Hello，我们这次要做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石板屋。这次的设定可以自由改变它的大小，然后门窗位置，还有屋顶的斜率和长度，那大概会是这个样子。诶，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原住民的房子。我找了一些参考图片，大概会是有几种形式，不同的族它会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我大概是用了这一个的屋顶，有一个很明显的梁在外面，然后用板岩去盖它的屋顶。那石头的部分我用了比较长的，像是这一个，用比较长形的石头的感觉。OK，那我们来看怎么做。大概会分成5个部分，分别是板岩的设定，然后屋顶跟梁的产生，然后石材墙要怎么做出来，然后门的位置跟门的造型，窗的位置跟窗的造型，大概就是这样子。一开始先从一个 box 开始，看一下这边的设定。我把它的数值改成大概一格是10公尺的单位，所以这个屋子目前是8公尺，然后屋高是2.4，然后它的深度是7公尺，所以其实还蛮大的。一开始先把这个分割做成以 Z 轴来分割，分成2块，然后抓出中间这一条线以后，把它往上移，位移，把它位移了1.2公尺。那这个就是屋子造型的基本。它这个 node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其实如果看颜色来区分，像这种颜色，我把它标记成这种黄色的，实际上才是有操作的部分。中间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修复资料或者是转换资料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或者是在做一些 expression 的。啊，真正有关键的都是这些特地上了颜色的。所以我现在在这边斜率这边提高了1.2公尺，然后把它做一个 normal。做 normal 是为了这个 primitive normal，我是为了这个斜斜屋顶的这一个角度，所以把它产生这个 normal，然后切掉，只留下这一片。这边做这个 node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为了做一个断点而已。那再下来就是 convert line，啊 resample。convert line 这边是把它断开成4个 primitive，所以如果看这样子的话，1、2、3有4个 primitive，只取0跟2做 resample，这边 primitive 0跟2做 resample。那这个节点我设成4，就是4段，这样子我到时候的梁会有5根，然后把它们接起来，再做一次 and， 确认一下这些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再 convert line 成为更多的 primitive，然后重新排序，以 z 为方位重新排序，所以还会是0、1、2这样子一直过去。那这边就是要把中间的线连起来，所以看一下这边会变成这样子。这边设定的方法就是 groups of endpoints，然后每隔2个点，那这边就会变成说，不管我前面怎么做，它都可以很顺利的把左右接起来，然后再下来是分离出来第0个跟第0个以外的。那为什么要分离第0个跟第0个以外的呢？我们来看这边，因为第0个看图片的话，这一根第0个它没有倾斜，是正的，所以我把第0个跟其他的独立出来。那第0个它没有倾斜，那剩下的就会有倾斜。一开始有产生 normal，所以他们就会跟着 normal 一起倾斜，然后把它 mirror 过去，这样就有2边。这边稍微往下一点点，第0个稍微往下一点点，再把它 merge 起来。这个往下一点点的原因是，之后在全部 merge 以后，再
拿去跟砖墙做布林，它会有一点点的误差，所以把它往下移一个很小很小的位置。这个就是在做的时候才会遇到要调整的事情，一开始并不会知道，是很后面合并以后才会知道的。OK， 这样子合并起来就得到所有的梁的位置。那这边我做了一个 wrangle， 这些梁的 offset， 所以它的屋子的梁等于是户外的露出来的部分要多长？我现在预设是50公分，所以它可以再更长，所以房子不用这么大，但是它可以变得更长。譬如说这样看，就有更长的屋檐。那其实就是看各自的需求。预设我是把它作为50公分就好了。那这里也是后来在做布林的时候才会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们等做砖墙的时候再讲解这一段。那这边是梁上面木板的部分。首先我把这个，也就是它，把它 import 过来，所以其实也可以把这条线直接拉过来就好了。就是它就是它，只是用 object merge 的方式，然后这边用分割，用 knife 把它切掉。那这边切掉的找的位置，就是刚刚那根第0根梁的 bounding box 的 z 的最大值，所以就是这个边缘，它会刚好切在这根梁的 bounding box 的 z 的最大值的位置，然后长出厚度来。这里我是选择 P0到1，所以我们看点的话，就是0到1长出来，所以就变成它会变4到5。这边也是作为可调整的屋檐的长度的部分，所以可以继续让它变得更长，1.031或者是多少的，看你喜欢屋檐有多长，就可以做调整。整理一下资料，用 Fuse 把资料整理一下。这边只改了这个部分 ，Snap Distance 和 Greatest Point Numbers 最大的 Point Number， 然后做 Mirror， 跟刚刚一样，它就会产生另外一边，然后用 Bridge 把这两个接起来。这边也做了一个 wrangle， 那这边就其实就是抓这里的 reference， 就是它，就是刚刚在调这边屋檐的长度。那这边如果要做 reference 的话，就是整个 node 的 reference 就是 Ctrl Auto Shift 3个都按，然后拉出来，它就会产生一个 reference from pointer wrangle 1。那这边就会看到全部都是绿色的，全部都被做了那个 expression， 全部都是 reference 这里这一个，这个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就是它会跟着里面梁的长度来延伸屋檐木板的长度，然后这边做一个断点，没有特别的意义，然后这用这个 labs 的 poly slice， 那这个东西很奇怪，这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奇怪。如果我们看它的 class， 它会自己产生 class， 但那 class 是以坐标中心为单位，所以它会从-5开始算，从-5加到5，这在后面会产生一些奇怪的问题。不过，因为要分割这样子的东西，这个 node 是最有效的，其他的都没有这么好分割，所以我还是用它。因为其实也可以用其他几个，但是会有一些它并不会完整的这个跟着这个 bounding box 的头跟尾做这么漂亮的平均分割，所以我最后还是用它。这边就是 constraint in bounding box， 然后分成10块。分成10块的话，因为现在屋顶的长度分成10块，一块大概就是有多大啊？40公分左右，还蛮大的。再下来就是这边其实用不太到这个 compiler 这个用途，我看它的说明是，如果我们在做 for each 的时候，for each 如果有里面
pieces 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上百上千个。用 compiler 它会用 CPU 的多线程去算，会比没有用 compiler 做的话来得快一些些。所以如果有很多的时候再用这个 compiler，那我这边当初做的时候是一直在测试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所以把它加上去。那其实因为这只有10片，做不做其实没什么关系。那如果是之后做一些什么全部都不同的专强那种，就会需要用到这个了。for each 的开始。那 Slice 这边因为它已经帮我做了这个 class，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抓它的 class 来用。这边就会抓它的 class 来用，但是其实好一点的习惯是应该都分开命名成不一样的，因为我这里面全部遇到 for each 我都好像都给它叫 class， 到后来会自己都不知道哪个 class 是哪一个。OK， 这边就出现了很怪异的情况。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它出现了 primitive 的数值和 point 的数值，真是看不到东西。这就是因为这 class 从-5开始，所以看不到它的内容。那这边如果把它改成，等一下，这边改成第0个，第0个就从这边开始就看得到了。第0、第1、第2、第3、第4、第5。那在过去，我们现在如果看到这边，它出现这个其实就是重复数值，它的 class 已经开出来了，所以它一定会有那一个。但是因为它是重复位置的数值，所以没有作用。所以这边把它改成其他的位置来看，会比较好一点。不要看最后一个。好，我们来看第1个0，先长出厚度来。给一个 divide， 做 noise， 让它有点木头的一些不规则的痕迹，不要让它太直。那这边的 offsets， 我这边抓的是 metadata 这边的 iteration， 这样就会变每一片都不一样。这边用 randomize 的方式，然后去抓 detail meta 1的 iteration 乘以一个10的数值，这样它就会每一片都不太一样。抓这个的数值是因为只是为了让它有一些位差，然后可以有一些看起来不规则的空隙。实际上他们真的在做木工，那个工艺应该不会是这么的随便，只是说在 CG 里面有这样的东西看起来会比一整条很利落的直线来的生动一点，所以在 CG 里面通常需要做一点这样子的处理。再 reduce 一下，把它面整理一下，然后重新上一个 normal， 把圆弧的角度降低，这应该是可以再更低才对。这边这2个就等于是做完了，然后 merge 起来，屋檐的梁跟屋板都有了。然后把它随机上一个颜色。那因为这边已经有了 class 了，在这边已经产生过 class， 所以把它以 class 来做 randomize color， 然后这边调一下，它就可以抓 class 随机上个颜色。那因为这个梁这边没有上 class 这个 attribute， 所以它没有被影响到。那如果要的话，就是梁这边也给它上个 attribute。然后把这 class 上在 primitive 的部分。好，由于它自动会去抓整数，下面小数点它都不管，所以这边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它就自己有一些随机产生的颜色啊。比较讲究一点，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 bevel 啊，变这样子，这样就更讲究一点。这边 normal 就要再重新做一次，这样子就屋檐的部分就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在屋檐上面放那些板岩，板岩的部分就要看这里。一开始是从这个斜的屋顶开始一开始会从这个延伸长度的屋顶开始。这边我把它再稍微的放大了一点点，这样到时候板岩才可以再更出去一点点，比木板的位置再更增加一点点，然后留下不一样的部位。一个是上面原住民的房子，上面是一块一块叠的，然后其他地方
才是一层一层叠，所以叠的方式不同，就是用2个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先看这一边，边的 Y 轴多加了5公分，然后提高一点点，比原来这个切线再高5公分，只留下半边。然后这边给它一个 No， 也只是做一个断点而已。接下来做分割，分割这边就比较有趣了。分割这边我用 divide， 然后 divide 这边 size x 跟 z 是方形的。这边取的资料是 divide 3的 size z， 所以去找一下 divide 3。divide 3是它上面板岩最上面覆盖的那一层。这边我也把它设定成是 0.05， 这边设成50公分一段。这边抓的时候就是 x 跟 z 我都抓50公分一段。那 divide 它有个特性，就是这边的数值就是它要分割的数值，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会被影响到，你就把它设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值。比如说我这边 y 设定成1000，这样它就绝对不可能会出现 y 的分割在这里。我要取它们的中心点，变回来看一下这里，然后抓出它们的中心点，每一块的中心点。这边就是选择 primitive， 然后也是跟刚刚一样的方法。那这边抓的方法来看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个固定的数值。我们如果看这边 primitive -1， 然后它的 parameter -1的话是 measure 1，measure 1在哪里嘞？measure 1在这里。它的长度是 0.8795， 所以我现在抓的这个就是 0.8795 除以这个 divide 3这个 0.005 50公分， 0.8795 除以 0.005 加1，它会得到一个数值。我回来这边看19，就是它这边一定会是一条一定是19个点，不管我这边数值再怎么改，它一定会是我想要的数值。比如说我这边改成 0.003， 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数值，它就会变31，就等于是拿长的去给短的除，然后再把它转成整数，然后给它一个无条件进位。那最后加1的原因就是因为点的起算点是0，但是数量的起算点是1，所以最后会少1，所以就把加1加回去。这在 Houdini 里面是非常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很多情况在写这种 expression 或者是 vix 啊 varp 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加1的情况。那我现在把它设定成30的话，我的板岩就会变成每30公分一块，这边就会变成0到30嘛，等于31个点，它就会从每到第31个点断掉，然后再连一次，再到第31个点断掉，再连一次，就会变成这样子，它就连起来了。不管我怎么改，它都会是正确的连法。回来看这边 0.002， 不管我怎么样，它都会是一个连接正确的数值。OK， 再把它改回来 0.005， 因为我不希望它算得太慢。那这边用做 for each， 一条一条做。我这边把它记录了一个点，叫做 old pose。old pose 其实就是原始的这个 pose point 0的位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边会用到上一次我们讲的制作书堆的方式。我们继续看下去，这边就比较有趣一点。先把 match size 把它移到0的位置，就是从中心点，本来0是在中心点，然后左右平均分移到0的位置，然后把它上一个 p scale。那这个 p scale 的大小呢，来看一下，最小值也是抓这个 div 的3，就是刚刚的 0.05 50公分。那这边也是，我看一下公式，抓刚刚 div 的3 50公分，然后乘以 0.85， 这是最小值，然后最大值就是乘以 1.1， 让它产生一些乱数 p scale 的乱数。这样子我每一片板岩的大小就会有若干的不同，随机的产生不同的大小。看这边就会有这么多数值。
那再就是要用上次的方法做那些数堆的方法，把它们全部加起来，一个一个数值加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成果的话，原始的跟新的位置，新的位置就是把 p scale 的每一个数值一直加、一直加、一直累加上去。这详细的方法，请看上一次做数堆的方式。那我这边的公式只把这一行 new post 改成 p scale， 就是拿 p scale 的值来把它套回 point x 的部分。然后 transform 这边就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 x y 其实都是一样的，把这个点的坐标自己的第0个点，然后的 oppose 的0，所以 x 的 oppose 0跟 y 的 oppose 0跟 z 的 oppose 0，就是刚刚备份的这一个位置，最初始的位置，拉回到一开始无言正确的位置，等于是从中心点再把它送回它原来的位置，然后用 for each 去做，然后这样子。这里的话，看一下这边的 expression 是这样写的，全部，然后 step 是2，所以它就会变成跳一个选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 group 那一篇说明很重要，要把它收记下来，因为它很常会用到这样子的应用。然后再做一下 match size， 拉回到中心的位置 ，x 轴的中心 ，normal 转移过来，转移给它，因为 normal 本来是 primitive， 所以在这边把它转成 point， 再转过来，这边就上一个 randomized 的 integer。这个刚刚这边讲的其实应该是用 adjust integer 就好了，不用用 randomize。然后这边的数值，那这边的数值是怎么来的？19片，19片怎么来？来看一下这里，我一开始的板岩给它长成这样，然后我在这个线段上产生了20个点，所以我有20片相同的板岩，用 class 把它区分出来，我就会得到0到19的数值。这个 randomize adjust randomize 的19就是从这边来的。去找 line 2的 points， 就是它 line 2的 points， 它的20，这1到20， 0到19，所以又是这个问题，就是再减1，这样就会得到19，那就会是这19片不同的颜色。这边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这边看，继续看我们的板岩的部分。板岩的部分这边19片，20片。然后我用 for each 的方式，然后用 for each 的方式，先做一个 subdiv， 再做一个 noise， 然后有点不规则的凹凸，稍微 blur 一下。这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这边就只是在做一些表面上的处理而已。这一个就是把它归回到 x y 都是 center 的部分，然后 reduce 做一下，出来以后 normal 上一下，这样我就有造型都不同的板岩。那这边 copy point 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每一片都是1的单位，1跟1，那厚度 0.2， 那它遇到 p scale， 刚刚 p scale 是 0.05， 就是50公分的时候，它就会缩成50公分一片。那因为又加了一些 p scale 的随机，所以它大小每一片就会不太一样。这边稍微给它做一点啊，不，那这边是做了旋转做了84度，84度原因是因为让它有一点翘起来的感觉。就如果我这边做90度，它就大家都平贴了，就变成一个很无趣的情况。所以82或84度会是一个很 nice 的感觉。你应该要注意到这边有一些翘比较多的情况，那个就是在这里。刚刚这边 class integer 上这个是为了要让它颜色不太一样。那第二个这个就是 scale 的话就是让它长宽都有点不太一样。
Scale 跟 P Scale 不一样，就是 Scale 它是 X、Y、Z 都有的，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分别调整 X、Y、Z。我们调这边的 Seed 就可以看得到，它就会大小会任意的左右上下都会有点改变。再给它加一个 Rotation， 这也是被用过很多次的基本的 Attribute。希望它的 X 轴0.01的走向，然后这边的旋转值就有负0.001跟0.003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值，所以我们这边如果看 Seed 的话，就看到它就会随机选取一些来做很微小很微小的旋转。Knife 切一下，切一刀，从这边切，这个切的位置基本上也是这个梁的最边缘，只是我这次没有写 expression， 我大概就是抓了一个位置，因为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那样。然后这次是用 copy， 不是用 mirror。copy 的话，等于是旋转180度过去，这样就不会两边都对称。刚刚的这个左右的板沿都已经做出来，剩下是上面的板沿。上面板沿这边切好以后，也是一样抓出它的中心点。以 primitive 取得它的中心点，取得中心点以后再把它连起来，跟刚刚一样的做法，测量一下它的长度。那这个长度就是给刚刚那个要做 divide 4的时候用的总长，这边的总长，然后被这个细分值去除，被这个除 size 除。啊，这边我给它随机上了一个有一点点高低不一样的位差。啊，这边也是 P scale 去抓 reference randomize 2，这边这几个都是用 reference 的 randomize 2是它 P scale，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那这个 scale 跟这个 scale 也是一样的。好，然后上一个 normal， 我们这时候看 normal 的话，因为我把它上在 y， 所以它就是朝上，这样就会每一片都乖乖的朝上。这边这个也是为了上颜色，也是一样往上移一点点。这种做法的缺点就是它不是真正的一片叠一片，它其实会有一些穿插的问题。那如果真的要一片叠一片，可能真的就是要用 VDB， 或者是要去计算 Y 的厚度，再去叠它的高度，其实手续就会复杂很多。我这边只是为了让它看起来到达我能接受程度就好，所以我是还可以忍受这种互相穿插的结果，然后把它加起来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效果。那这些排列就可以用那边那几个 randomize 的 seed 去做随机的调整，然后上个颜色。这边的颜色其实就是可以跟刚刚一样19，也可以直接抓上面这个字-1，那就会得到一样的数值。把它 pack 起来，节省一下记忆体空间。这边也是做一点稍微往上提一点点，这样才不会，因为刚刚的屋顶的木板已经扭曲过了，所以这边没有往上提的话，也是会有一些穿插的问题。屋顶跟板檐，接下来应该算是门的部分。门的部分我们先看这里，门一开始我给它一个，先决定它的大小，那它的大小是 x 0.14，y 0.18，就是门高1.8米。因为看照片的话，以前原住民的房子的门都还挺小的，所以有可能它并不需要很高的高度。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1.8米再扣掉石头的话，可能只有1.7米，所以其实也可以大一点。那把它移到地平线上，
然后再是一个 grid， 一个 grid， 然后做 mesh size， 让它跟这一块一样大，这样我就不用在那边特地找出中间这一条线来做。要分割这条线蛮麻烦的，分割出来，第一条不要，第一条这个是不要，是因为下面反正就是不需要，所以不要它也没什么关系。哦，对，这边有一个这一个步骤，其实算是蛮重要的。我把它低于地平线5公分左右，0.005，因为这样子的话，到时候布林才不会说它在地平线上，然后石头墙也在地平线上，两个相紧的时候会出现问题，所以让它稍微低一点点比较没有问题。然后分离出来，这边最下面这一段不要，再分离出2段不同的，一个是左右，一个是上面。那我们先看上面怎么做。上面先用卡比变2条，再把它接起来，也是一样老招。然后 convert line 把它连起来 ，connect path， 然后再用 ends 确定它是一个封闭的，再长出厚度来。没有这个 ends 就是之前有讲过，没有这个 ends 它就是会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它真的还蛮重要的。这样它就可以是一个封闭完整的 polygon。长出厚度来以后，再下来是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操作方式。先看一下，原始长这样，然后这边我是用 scale 的吧？对 ，scale 成0.7，然后往内，然后也是老招，每4格跳一格，然后 convert line 也是一样，把它转成单一的 primitive， 很多个变成只有2个，然后也是一样 ends 把它关起来，然后 reverse 其中一个，把它2个变正确，再长出厚度来。那这边其实这2个其实就是一样的，所以可以 reference 就好了。这2个也是一样的，所以也是 reference。这2个也是一样的，所以也是 reference。那再下来就是位移，位移它的高度，它的高度要等于是这一个的 y 的最小值，所以它的 y 的最小值是 bounding box y 最小值是这里嘛？那这边的位移的最小值就来到它跟它一样的位置。copy to 的 ty 就是这里负0.02，所以它这边就会是负0.02，然后 merge 起来，就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这边是用 for each 去做个别的处理，跟做板岩的方法一样，先做 sub d， 然后给它做一点 noise。这边就我用 VDB 去把它做一些比较滑顺的处理，再把它转回来，然后 remesh 一下。这个是胡迪尼20的新功能，它会把它做的很漂亮的4角面，变得超级漂亮的 polygon， 还蛮好用的。然后再 reduce 一下 ，normal 修正，这样子3片就会都做好了。那其实这边在这里好像不太需要用到它，因为这边会有点太远了，这样子好像比较好一点。那再下来就是要决定它的位置，它的位置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看一下它的位置要怎么处理。它的位置跟窗会在一起，一开始原来的门嘛，原来门的位置，然后到这边 copy to point， 让它到一个这样子的位置。那这位置怎么来的？我们先来看这边，这边门窗就要一起看了。从这边分离出来的，砍掉上面2个面以后，留下来的这一个基本位置，就是墙面的位置。我把它转成线 ，convert line， 再把它们删掉。不过0.1是有点太大了，因为0.1等于是1公尺，所以应该是0.01 10公分，大于10公分都杀掉。只要 y 的高度超过10公分 ，z
然后等于0，就是中间这一条等于0，所以会变中间这条，这2条也会被杀掉，然后就会留下左右，应该是前后，然后再把它接起来成一个面，这边就是直接叫它连，然后 close 就好了，再 convert line， 只留下外框线，重新排序它的点的编号跟 parameter 的编号。这边会要重新排序的理由是因为0、1、2、3。我后来其实有发现可以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做，但是我们就2种都介绍好了。第一个 resample， 我把它的 tangent 套给 normal， 这样就会得到，我来看它的 normal， 它 normal 就会变这样，会有一个朝向。然后在做了这 resample 的同时，它其实如果这边的线段是一个 primitive 而非4个 primitive， 它也会被拆成4个 primitive， 所以这边其实就不用接起来，直接这样就可以了。拆成4个线段以后，就会变成是0、1、2、3嘛。这边看0、1、2、3，因为排序重新排过了。那我这边用一个方法，在选择的时候就会变成门要开在哪一个方向，0、1、2、3，然后用 carve 的方式 ，carve 选的 group 这边抓的数值是这边 door 的 pose， 这边就抓0、1、2、3。所以如果看这边 carve 的点在这里，用 carve 的方式，我现在是在第0个线段上。它其实到边缘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所以要手动去回避这个问题。那如果我把它改成1，它就跳到另外一面，它就变跑到这里来。好，2的话就是到这里来，3的话都是就到这里来，决定门的位置的线段，然后把其他不要都杀掉，只留下这个点，这个点就是门的位置。那 copy to point， 这样门的位置就过来了。这个就是最后布林要剪的那一个位置，再把这个点的位置送回到刚刚门的位置去跟它做 copy point， 在这里先把 normal 转过来，因为这边其实一般来说 normal 应该是要朝外，它才会正常，所以这边会变成说我的这个门也是要转一个90度的方向，它才有办法朝向正确的位置。就是胡迪尼它的设定是 object 的 y 朝 z， 它在做 copy point 的时候，然后它就会跟着这个线段跑了。再回来改这个线段，就可以看得到，它就可以跟着这个线段跑，位置就差不多了。这个就是门的位置。那再就是窗的位置，因为我们已经有第一条线了，门的那一条线，我们回头看门的这条线，门的这条线，所以我把它继续使用，然后顺便把它转移到窗的位置。我们现在来看窗的这部分，我们现在回到这里，已经取得到底板的位置之后，然后 fuse 起来，让它多余的点全部清掉，因为 resample 其实会产生多余的点，然后就把它 fuse 起来，长出厚度来。这个就是要拿来剪门的位置，这样就会得到窗的起始点。现在做布林，这是刚刚的门的位置。那门的位置到这里以后，我让它放大一点点。放大一点点的原因就是不要让窗会刚刚好贴着这个门的边线。但是其实因为最后是因为都会用手动去回避，所以其实也是还好，没有什么关系。然后 convert line 也是一样，转成外框线，然后杀掉 y 的高度大于 0.01 的，那又会跟刚刚一样留下这样子的一个剪掉门的位置以后的外框线。那这边其实再找一些 normal， 我就遇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我最后用了一个很笨的手法，等一下来看。
只要 y 的高度大于 0.01， 全部杀掉，然后 resample， 再把 normal， 然后 fuse 接起来一下，转成一个单一的 primitive， 然后这个时候再用 curve 去剪，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窗的位置。那我这边做了3次，就等于是它会有3个窗，这边也是只留下那个点，这个就是窗的第一个位置。那我最后用 switch 的方式，等于是我手动去决定它有几个窗。比如说现在有2个窗，还有1个窗没有窗，1个窗，2个窗。第2个窗的位置就是用第一个 curve 完成的线，再去继续做 curve。所以第2窗的位置就会这样，在这里也是手动要去回避一些错误。第3个窗也是用 curve 再去找出它的位置，再去用第2段线去找出它的位置。所以如果我们这边切成3，就会有第3个窗的位置，就可以这样的。第3个窗假设要开这里的话，应该不会开那里，开那边有点奇怪。开这边是比较有可能的。OK， 这样就会3个窗，只留下点，然后 copy to point 第一组窗拉给 import 的 1，然后 import 的0其实就是 window size 的部分，它在中心点没有任何的位移编辑。然后这是第1个、第2个、第3个，就是它们的位置。然后这个方块其实就是要拿来做布林的。它们加起来之后，移到高度，决定好高度的位置 0.16 1.6公尺，等于是抓它的上缘，因为它们在这个时候是在地平线以下，它的上缘 1.6公尺的位置，把它跟门 merge 起来，这样就可以拿去给布林做互建的动作。那这边也是 connectivity 给它一个 class， 然后抓出中心点，这个就是要放造型的时候窗造型的位置。那这边有一个就是这个 normal 的做法，这是用我真的想不出什么方法，最后用这样的方法解决。因为如果我们回来看这个 normal， 它的 normal 是非常非常难说，在这一条线上的时候，它的 normal 会保持正确的状况。总之，我在这边用这样的方法，用很简单的判断式 get bounding box 这个功能，然后抓-1就是这个布林，等于就是它，因为这个大小的边缘会是正确的那个物质的范围大小，所以用它来做数值的判断。然后这个 bounding box 这个功能，我们来看一下，它会要你给它一个 geometry 的位置，然后它会写入一个最小值跟最大值，所以它会得到总共6组数字，就 x 的最小 x 最大 ，y 轴最小 y 轴最大 ，z 轴最小 z 轴最大。那我这边就这样写：如果 p 点 z 等于 max 的 z， 就是 geometry -1的这一个 max 这个 z， 然后它的 normal 就会变成它的 z 就会朝着我们的方向，那相反就是朝着前方。那么 x 的话就是最大值就是朝着右边，最小值朝着左边，这样子就会变成我不管怎么样去动这个 curve， 它都会正确的，它就会到这里就会转弯。虽然很笨，但是还蛮好用的，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Copy point 窗户的造型，对，现在回来讲窗户的造型。窗户造型其实跟门的造型做法几乎是一样的。窗户造型在这里，一开始是从窗户的大小开始，取得中间这个线的位置 ，group 的方式选出中间这一圈，然后转换线 curve from edges， 然后再把它转换成真正的线，分离出来
第一个跟这个，因为最后反正都是会用 copy mirror 的方式，所以一个就好了。这边往下，这就是我要做的窗户的深度，然后接起来，再把它转换成单一的封闭线 ，and 做一下 ，and 确定它都是封闭的，再把它长出厚度，然后 copy 转180度。因为转180度，它就会直接因为在以0为轴转过去。那这边其实也是一模一样，所以这边全部的 node 全部都是 reference 左边这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就一模一样。接起来，好，这样就好了。这里又不一样，这里抓的就是也是用 get box 的方式去取得 bounding box 的最小值跟最大值。所以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先看大的这个部分。如果这个大的位置，大的这个值，如果 p 点 z 大于0的话 ，p 点 z 等于 max 点 z 减掉这个 offset。那这个 offset 就是去找这个 extrude 8 dist， 所以 extrude 8它 0.01， 它就会得到 0.01 这个值，这样就会等于是把它的厚度减掉，然后这边也是把它厚度减掉，用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就会刚刚好，大家就是密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下 bevel， 然后 remesh noise 做一下，然后调整它的位置，转90度，然后 match size 过来计算一下 normal， 这样就有窗的位置了，3个窗的位置，再加上刚的门的位置，大家都有了。然后上个颜色，因为这边没有 class 可以用了，所以就是让它自己随便上一上就好了。再下来就是砖墙的部分，砖墙的部分其实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状况，很难去抓到它真正的问题，找了很久才找到问题的症结。好，我们现在看砖墙，一开始它是这一个嘛，把上面2块削掉以后，然后把这2个 input 进来，梁还有这个刚刚已经做好的门跟窗锁的位置 merge 起来，然后用布林去把它们剪掉。那它也很有趣，它竟然可以用面去剪那个固体，它只是会告诉你这个可能有错误，但是其实还是可以剪。subtract A 减 B 就好了。delete small part 这个是做保险的，其实有还是有，这边就被剪掉了4个 primitive， 的确是有小东西被剪掉啊。这个上面那个小三角形，这里这个小三角形被剪掉了，然后给它一个 class 的 attribute 叫0，这个部分是因为要求它完整这整块的面积，所以我们在这边用 measure 去算它的面积 per piece， 然后用 class，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面积，它就写在这里了，0.668592，这就是它的面积，6.8平方公尺的意思哦。那这个数字是要干嘛的？我们等一下要做 scatter 就会用到这个数字。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先把它拉长，拉到这边 scale 10倍，让它变这么长，长出厚度来。这里就会讲到之前讲到的这边，为什么这几根梁要往上移一点点？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我把它往上移了10公分左右，这个就是
为了避免那个布林在剪的时候，这个面跟墙面的边缘是齐平，这样会剪出错误来。所以这边输出的时候是用稍微有点位移的。这边如果把它拿掉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出现错误。就是在这边我们虽然看到它布林剪出来是正常的，但是做了几个步骤之后，有没有看到这边就出现奇怪的事情了？所以这边如果把它位移打开的话，它的布林就会正常。那布林不正常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在做成破片的时候，它就爆炸了，它就会变这样子，一大堆问题。这个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解决，我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因为它布林在相减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就是一定要比它这个再多出去一点点，不要两个都在同一个数字上，就是不要刚好大家都在零，另外一个最好是0.01，多一点点都可以。回来继续看，这边测量出来以后，然后位移10倍，长出厚度，把面修正，然后这边又给它一个 scatter， 这边就没有用了，这边其实是在做测试，发现每一个方法都可以，只要一开始布林正确就好了。这边这个 scatter 这边就是因为面积的大小，我房子小跟房子大不太可能都是一样。比如说这边1000嘛，我们一般来说一开的时候就是1000，不可能小房子跟大房子都是1000克石头嘛，大的房子一定比较多，所以这边就用刚刚这个面积，我把这个面积叫进来，面积的这一个值 measure earth area 的0，所以就会得到刚刚那个0.6多少的，然后再乘以10，然后把它转成 integer， 再乘以一个150，所以这个房子的大小去改变它的时候，这一个 scatter 的这个 count 也会一起做改变，小房子就会变小，大房子就会变大。然后这边就把它分割成碎片，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是总比刚刚好了。然后这边做一下倒角，再清理一下，其实都会有若干的影响。如果看这边的数值39380变成35932，然后再 fuse 一下，又会再变更少。就是处理这些数字其实是还蛮必要的。那 fuse 这边其实会产生几个问题，因为这边其实理论上来讲应该是用 for each 去做，免得说两块石头的点太近，它也把它连在一起。像现在这个情况有可能就是两个点太近被连在一起了。对，的确是。所以这边其实反而是拿 for each 做会比较好。那我们这边就用 for each 做好了。啊，因为在这边 primitive piece 已经有 piece 这个 attribute，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用 piece 就好了。那它就算出了总共有954块。OK，size，这样子这边就 OK 了。950块，其实这边应该其实就可以用。如果这里面做的动作很多的话，应该在这边就可以用 compile， 但是因为现在只有2、3个动作，其实也没什么差。Match size 这边就很有趣了。我把这个原始的这个已经布林完成的造型，跟这个分割好的造型拿来做 match size，然后这边选择就是 scale to fit， 它就自己就完全就 fit 好了。那这边如果是用这边做一个断点，那因为 piece 的这个 attribute 都还在，我这边就可以用 piece 去抓它，找出它的中心点。用 piece 去找它每一颗石头的中心点，然后给它一个 attribute 的那个 randomize， 这个就是让它位置有点错开 ，point deform 的方式让它位置有点错开。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 point deform， 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排的位置就不太一样。那这边再给它上一个
不同的颜色。这里也是这个数值也跟刚刚的求法一样啊。这边有一个更有趣的情况，我后来才发现的。我这边开一个 VAP， 我们先回来这边看这个 attribute 这边，如果我们看这个点的 primitive 的顺序，最大的是35000多，那它的 piece 954，所以在胡定理里面，它的 primitive 的顺序会刚好跟 piece 的顺序是相符的，所以我们看0的时候就是0，最大的时候就是刚好这边也会是最大。所以我用了一个方法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我用 get attribute 的方式，然后去抓第一个 input 就是自己，它的 attribute 就是 piece， 用 number primitive 这边等于就是有刚刚看有多少3万多个嘛，35931。那因为这边也是零起算、一起算的问题，这边是用一起算的，所以这边要减1，所以在 subtract 这边减1，这样就会得到最后这个数值。输入到第一个 input， 它就是 point 或者是 primitive， 再给它输出一个字叫 last， 所以我们看 last 这边，因为我这边用 detail， 就会得到954，刚好就是它954，非常的有趣，这是后来才发现的。这样我就不管我在这个石头切了多少个，它都会刚好是这个数值。那这样子套颜色的时候，它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然如果说这边的颜色太少，它就会有一些没上到。所以这边的数值一定要至少要大于这个所有的石头的数量，绝对不能小。我们如果把它清掉，我们看看50，它就会一大堆没上到颜色的。所以这边要随机上颜色的时候，这边很重要。那这边就其实就是用 ramp 把它上一个渐层，它就会随机抓这里面的其中一个颜色去丢到这上面去。然后 remesh 一下，这边 remesh 大概会做个10秒钟左右。这次只做了5秒，它会变。我把它的 smooth 稍微调整了一下，让它石头看起来软一点。再 reduce 一次，然后 normal 重新计算一次，最后把大家都合并起来，这样就完成了。再把不需要的 attribute 全部删掉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台湾原住民的石板屋的一个范例的分享，希望你们喜欢。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那这次的分享就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应用，最主要就是考验自己的逻辑能力，什么地方要抓什么数值，什么地方要做什么样子的属性转换，重点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谢谢大家，拜拜。